在现代社会中，刀具已经逐渐脱离作为武器的身份，逐渐变成了一种人们生活中的工具，以及一部分人爱好的载体。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日本菜刀一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老牌刀具没法完成转型，不是就此销声匿迹，就是被新兴的工业量产品牌击倒。在台湾有一种传统折刀，如今已经超过100年历史。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这个始于2个世纪前的老品牌士林刀是如何坚挺到现在的吧。关于士林刀究竟是如何诞生，以及创造它的人究竟是谁，这个起源问题上其实存在不小的争议。一切还得从清道光年间说起。一位名叫猫牛师的广东锁匠来到台湾，他除了制锁的技艺外，还精通打铁锻造的技术。猫牛师来台后，落脚于当时的巴芝兰，也就是后来的士林地区。因为制锁的生意冷清，所以也收徒传承打铁锻造的技术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，猫牛师带着积蓄返乡。后来因为清政府战败，割让台湾给日本，猫牛师自此没再回来过。而猫牛师有一位叫郭和的弟子，学成以后自己开店制刀，而争议就出现在这里了。郭和的传人认为，第一把士林刀是郭和设计制造的，而猫牛师的传人并不止郭和一人，其他传人也在生产士林刀，并认为士林刀是由猫牛师设计，郭和只是弟子之一。只不过因为缺乏记录，士林刀到底源自谁之手已经很难考证。不过无论出自何方，士林刀都是台湾刀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。当时士林刀为手工锻造而成，其特点是以白铁包钢的，刀形如竹叶形，刀柄以黑色水牛角包黄铜片加铆钉固定，外观状如茄子形，所以又号称茄柄竹叶刀。撇开到底是谁创造的不说，郭和当时纯手工打造的折刀起初名为巴芝兰刀，而且每天只做1-2把左右。由于郭和打铁技术精湛，士林刀锋利异常，且耐磨耐操，再加上刀刃可以拆收，携带非常方便。牛角包铜的刀柄触感细腻，拿握顺手，故整把刀造型优雅，几近艺术品，往往一把刀可使用20-30年以上，因此在当时极受欢迎。后来巴芝兰改名士林，于是刀的名字也随着地名一起更改。真正的利刃就算不是在战斗中，也依然能发挥自身的高性能。在2战时期，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期，老一辈的台湾人曾用士林刀切槟榔、剔猪毛、捕鱼网、切割肉类、园艺嫁接、纺织割纱线、包竹笋等，是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利器。士林刀也发展出完善的折叠后大小尺寸，由8分至6寸，每半寸一种尺寸，共有12种尺寸大小的士林刀。抗日战争胜利光复台湾后，在台湾台北一个小小的士林地区，曾经有近20家的刀店生产这种折刀，并且大量畅销，可见当时辉煌一时。虽然在广东，当这种100年老刀反而早已不见踪影，但它却在台湾获得了超乎想象的礼遇。后来台湾迎来经济繁荣蓬勃发展的阶段，但对士林刀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，因为现在市场上各种切蔬果的菜刀、中小学使用的铅笔刀，乃至于美工用途的美工刀等种类繁多，其低廉的售价抢占了大部分刀具市场，导致传承100年的老刀士林刀已经走向极度没落之路，无法在现代刀具市场上掀起任何波澜。在古早台湾人的生活中，几乎所有需要使用刀具切削的场面都会用到士林刀。比如去野外钓鱼，雨后地面泥泞，需找一根手杖以滑胶，这时就从路旁切一根树枝或竹竿，全当手杖。这时高碳钢士林刀便是不二之选，刀口极其锋利。由于士林刀的阔身刀口较薄，而且刀刃是反曲刃设计，所以刀口能够紧紧地咬住被切削物，不易滑走，切削能力非常强，能够轻易环切，只需转动树刀就能切下直径约2厘米以内的树枝或竹竿当手杖。这时士林刀最大的特点就体现了出来，那就是它很适合切削而不是劈砍。这时因为士林刀采取了斜平面构造的刀身设计，其斜面以极为平缓的角度延伸至刀锋，因此刀口厚度较小，
这在刀具行家称为薄口或刀叶子薄、薄嘴儿。用士林刀切削硬物，入刀的阻力小，切削树枝省力。其特点有别于一切有刀锋斜角的不锈钢刀。腕力、握力不足的用刀者或女人，用这种刀口太薄的刀切硬物时，施力不当，有可能使刀左右扭动，强用蛮力扭压，导致刀口扭裂掉一大块。实际上，士林刀的这种特点极有可能是设计者有意为之。从造型上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士林刀属于典型的反曲刀。反曲刃的刀反手出招，由下朝斜上划来。中国功夫刀术格斗称这种刀法为阴刀，日本聚合斩剑道称为逆刀。长刀的阴刀很难用兵刃架开，短刀的阴刀更是难防。一般情况下就是迅速跳开躲避，一旦反曲刃配合反手阴刀伤到人，都是很严重的大伤口。士林刀的原创者或许老早的就想到了反曲刃的威力，刻意将刀柄做得很细，若反手阴刀伤人，刀柄就会握不牢而松脱偏转，大幅减轻杀伤力。而切形刃的造型用意就是要避免直刺、反手等杀伤力强大的错误用刀伤人行为，这让刀刃基本完全丧失直刺的功能，所以一般人没办法下意识的刺人，刺激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最大。西方的各种餐刀、厨刀、猎刀几乎都是尖锐直刃设计，都有可能成为一次毙命的凶器。从这层意义上来看，士林刀这种刀具从一开始就不是被作为武器设计的，甚至有意防止有人用其伤人，说它是善良之刃似乎也没什么问题。由于诞生时间关系，百年老刀士林刀没有采用现代折刀的锁刃设计。当士林刀的刀刃深切入硬物被卡住时，要把刀刃搬出来，常常会使刀刃离开硬物后弹回折合，极易切伤自己的手。因此，有现代刀匠针对没锁刃设计的士林刀缺陷，改良了锁刃结构，采取直板锁锁刃，采用更高级的包夹合金钢完善制造。过去100年，仍有人对其进行改良，也足见这种武器的独特魅力。但是如今，郭和记的士林刀已经暂停了定制士林刀系列的服务，而猫牛师余下的传人也只有一人仍在坚持制作士林刀。这么看来，这种100年名刀如今其实正在经历着难以想象的寒冬。至于它以后能否存续，就只有让时间来揭晓答案了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，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